大马小光头，大马你在我原先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到处旅游的狂浪人士。希拉东谷，画面左边这位体重只有我一半的 Michael 是我的好朋友，他是福建闽南漳州人士，前20年在福建，后20年在上海，这回利用春节假期来吉隆坡2周的时间。谁知道他对马来西亚得出了3个结论，更进一步说他找到了小时候的故乡的感觉，还进一步讲他来了就打算要办理第2家园。哎呀，马来西亚在他看来就没有不好的地方吗？那么短的时间总结出的3个点，难道就一定对吗？你可以从我们好朋友之间一来一往非常开放私密的交锋当中看得出我们是怎么思考的。您来告诉我，他想办理第2家园到底对不对？对，开始吧。好，但是你却对马来西亚产生很大的转变，是吧？就我觉得应该是更深刻的认识。哎呦，好，我听听看。不是说以前不喜欢啊，到现在很喜欢，就以前就是比较普通，但我觉得现在更加有缘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有去当地的人家去参观参访。那之前是作为游客嘛，到的都是大家比较知名的那些景点，磁场街啊，独立广场啊，就作为一个游客观光。我跟你说，你游客游啊和自己。你这次是我算是半深入，你算是就是无心插柳成荫。对，你到了别人家里和当地人聊天，然后咱们又见面聊天，过了一个春节。对，过了个春节，就是2个世界，你知道吗？哎，很不一样。旅游去的那个世界和深入人文的一个世界是2个世界，很不一样。好，哪些地方给你造成很大的冲击？首先我觉得人特别好，这点是我的很深刻的感知。这次2位朋友吧，你在10多年前，然后在 MSN 上认识的一个马来西亚人，对然后中间是不是有很长时间没见？10年没见了，然后就仅限于可能节日有些问候。那个时候我要去新西兰旅行，去新西兰自驾，然后刚好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转机，就1天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景点玩了一圈，也特别热情啊，开车带我们去云顶这些地方。然后这次来也是我们那个有几天就是经常问我说去哪里啊，需不需要什么帮忙啊等等。就事隔10年，事隔10年，对，所以我感觉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人民或者华人吧，我们主要还是接触华人群体，给我的印象很好。马来人更好马来人更好，就是没机会接触，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没机会深入的聊。你就一个 MSN 的朋友，隔了10年，然后这回来，他比较热情的再和你见了一面，你就得出印象说马来西亚人很友善。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案例了。还碰到什么？我讲一个小细节啊，好，就是那天我们要去从这个 TBS 去马六甲，TBS 是个车站嘛，然后去了也比较晕，不知道怎么买票，然后身边就有人我听身边就有人帮我去讲应该怎么去买票，然后呢，他还说买完票以后，他还说从哪个入口进去可以怎么去就怎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吧，对于外国游客比较麻烦。然后这还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到马六甲以后，我们都要去洗手间，对吧？我不知道这边洗手间需要这个硬币，身上没有硬币，然后在那边窘迫了半天，然后他就直接付了硬币，他就告诉那个厕所管理员，他说那个，这个兄弟他已经付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小事儿吧，但是可以感觉到就是，就可能我们只是一个照面，然后也挺热情，挺喜欢跟我聊聊。他从东马来的，就是人好，对不对？还有些什么？还有很直观的印象啊，就是生活幸福指数比较高吧。这个观察很深入啊，因为一般来从中国大陆到马来西亚来的人，对通常和这个旅行去台湾回来的感受差不多，对，不太会得出说生活幸福指数其实生活幸福指数这几个字也不太会进入他的考量体系，因为这眼睛看不到。对，就是你是怎么得出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生活也比较疲惫吧，我觉得多少有一种疲惫，赖自己，就是对，跟自己有关啊，比如说我们要卷教育啊，然后要卷找工作啊，然后要可能面临35岁危机啊，等等。这边我觉得有可能是资源人均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然后这个
房价也没那么高，对吧？这点可能，尤其是我们从中国大城市过来，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感知。对，我就想象不出一个地方房价很高，大家还会感觉很幸福。太难了，因为大家都要，你看我们讲的这些地方，香港、新加坡，上海等等等等，因为这些地方大家可能都为了背着房贷很重的房贷，然后就可能很难享受生活吧。所以你讲的生活幸福指数，感觉都是从指标上去了解，就是你判断它房价不高，好像大家听人说大家不那么去卷学生的孩子的教育，对吧？相对天生天养一些，你就得出结论说，幸福指数很高吗？还是有一些直接经验吗？我觉得是。还有一点是通过访谈通过跟朋友的聊天，然后另外一点通过脸上有没有光有没有笑容这怎么看啊？我们的本行是吧？就我觉得这是种感受吧。你看得出来是吧？就是这种感受。就是你看，可能我们在一些大城市，大家都比较麻木，对吧？你比如说或者很匆忙，很匆忙，是大家都奔着目的性去，就是。就没有我这次还有一种感觉，就感觉好像回到了我小时候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这边是第三个感受是吧？对，就是这边可能也比较多福建、广东这样的人，所以看到很多食物，包括跟人的交流，就是坐下来可能慢慢的交流就是你讲的传统，对不对？对。好，那在第三点之前，我先把它抽回来一下我们再深入一下，因为你前面讲的两个点。我们其实有类似的感受，我们俩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跟你一样的感受。我们还因此录了一期节目，叫《马来西亚人善良》，就变成我们这个节目有史以来到现在还是访问量最高的10几万的这个访问量。善良到什么程度呢？善良到有些大马人还来跟我们说：“你不要这样讲，我们有好人也有坏人，说一种米养100种人。”提醒我以后要注意坏人。然后呢，当然也有些我们的同胞看了就不开心至少来说我们至于脸上有光也是，因为我们是23年1月22号，就是大年初一到的大马，正好一年前，我们来就像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你知道吧？就是大家怎么都对我们在笑。有印度裔的人、马来裔的人看到我们转脸停下来说 Happy Chinese New Year。哇，也是，就是可能我感觉可能是整个氛围、整个环境会让你觉得比较放松，比较能去让彼此都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感觉。我本来问你一个问题但你已经点出来，就是你能感受到他的幸福指数高，这里这些变化你好像是要有一个参照系的，对不对？对，你好像对比的你自己有讲了，就是跟原先的生活状，因为你原先是从上海过来。是，我觉得这种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通病吧，尤其是这种高速，像我们这种高速发展的国家的，然后这种叫做千万人口以上的这种大城市，大家可能很多时候确实在工作上还有教育上这两点都觉得比较辛苦吧。我觉得可能和大城市就是和人有关系，也有可能跟他这种社会关系就人与人相处的模式也有关系。因为你比方说吉隆坡，其实广义上的吉隆坡，大吉隆坡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排到纽约芝加哥并列的一些，因为国际有标准。对，好，那你再来像台北也是大城市，对，但是他们相对的就是一种人情社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回到了中华文明本来的样子，本来希望儒教建成的这个样子。我们恭俭让，所以你提到了你小时候，对吧？那可能跟大小有关系，但也跟这个社会结构有关系。那比如说香港也是大城市，新加坡也很大。那我就不说了，经常被人骂，就是讲到就是说他们更加讲究效率一点，对，就商业一点，讲究就是说秩序更多一点。我觉得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基因或者一个地方的文化，就是城市文化，就是而且可能每个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人喜欢在那个地方效率的地方卷，他觉得做事儿都要奔着效率去，效率很高，他受不了效率低，办事儿不准时等等。有些人喜欢相对来说生活比较舒适一点，所以这回归到每个人喜欢的这个生活。然后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多话题是要深入探讨，私下深入探讨。大马人会觉得这有什么不能聊的？他们不懂，就是我们的成长环境。那说了就说到第三点了，就是你觉得来了以后像是回到你小时候的样子。这个你会讲的比我好，因为你要介绍一下，你就是从福建走出来，对，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再到上海工作，对吧？你是在福建漳州。福建漳州。那你相当于就是说你在你的家乡福建漳州生活了20年不到一些嘛，接下来又有一倍的时间是在上海，对吧？对，你到这里来了以后，
你有哪些让你觉得是亲切的？就是你讲的真正回到小时候是什么？就是我感觉是一种，我还想说是一种感觉，就是它不一定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例就比如说你走到你进到一个店里，像那天我们去吃饭的那个店，然后就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店面就像档口吧，它可能不一定是他在那边做生意做的时间很长，它不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上海住的那个社区，下面的店，最近5年我估计都换了可能有5波10波的这个营业的人，因为第一点是口罩事件嘛，然后第二点是就是疫情，对疫情，然后第二点是我觉得可能生意也不好做，房租也比较贵，等等等等吧。那我觉得只有是这种比较稳定的地方沉淀下来，大家才会形成一种，因为把事情做好然后吸引长期的回头客。我们就讲饮食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那天去的，你说那个店已经开了60年了，他是祖辈那些老一辈的这个父辈他们就开始开，对，这种因为他要吸引的是周边的长期的熟悉的人，而不是那些陌生的人，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还有哪些让你感觉像小时候，就是很生意比较持久大家都是就相对人和人比较熟悉，是吧？有些什么习惯上或者饮食让你想到了我到那个老李家做客，就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一个马来西亚人，对，一个马来西亚人，然后住在吉隆坡附近，然后就是看到家里拿出来的点心都好像那种果是吗？各种蔬各种果，然后很多都是自制的然后这就是饮食很容易勾起一个人的回忆嘛对，我觉得从饮食这东西是最直观的。那你讲是你小时候的感觉，这其实有2个意思一个是马来西亚和这个现在的中国福建有些接近的地方，第2个意思是就是在时空上的变化，一个是空间上，第2个是时间上。对，你讲小时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你的家乡不是这样？这是好问题。对，因为我们可能发展的比较快其实我们看这边的一些楼也是很早以前建的嘛，它对历史保护的可能也比较好，但因为我们要这个叫提高城镇化率，然后我感觉小时候的那些骑楼那些很多都已经看不到了所以现在不是之前上海热播那个繁花吗我感觉很多也勾起上海人很多以前的一些回忆对，就这边包括上周六去了马六甲然后也会在那些街道上走，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时空错乱，这到底就是你小时候。而且我感觉好像没有出国，好像回到了这个若干年前。如果把这些比较现代化的东西去掉的话，比如说一些标语比如说一些不是 sorry， 比如说一些那种商店的那些比较 modern 的一些标语，如果把它色调再把它调暗一点，感觉就像是那个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很有意思你看你跑到了马来西亚但它好像空间上变化以后，它在时间上又回到了你的小时候你这种连接对吧？对，我跟你讲个更大的连接我不是就回上海以后我们俩去了4天泉州嘛，对，我参观了泉州一个很有名的叫交通史博物馆其实泉州很少在马来西亚的人知道，我问过，虽然它也是福建的一个地方，很少人知道。但其实泉州它有很好的海洋文化，多元民族也有，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到交通史博物馆里面就看到他们当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它一路怎么样下南洋，然后到欧洲做生意，它整个船舶和海洋文化的文明。但很有意思，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整个交通史博物馆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bug， 他没有去解开。他说什么？他说，他的历史是写到14世纪。那14世纪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很清楚，闭关锁国。所以这么早吗？这么早？应该在清朝对吧？对，明朝也有海禁，对不对？那他就这事儿就结束了。就他没有讲后面发生了什么。照理说，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很好，那你应该延续那大家会不自觉的提出个问题，就说，现在怎么样了？后面600年发展的怎么样？对，我告诉你为什么有连结。我们俩在我们家附近有个叫华总，就是一个华人的一个社团的华社的一个地方一栋白的楼。我们在里面一个华人博物馆里面，它的开篇讲的就是14世纪。那太有意思了。华人明朝的一些华人到达了这个马六甲
然后跟当地人结合，有那种娘惹文化就有了。然后呢，15世纪、16世纪猪仔啊过来开矿啊，再到最近200年，对，那个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好像那个泉州最有名的这个博物馆结束的地方，但是隐而不能言的那些地方，在这里开始的。是不是14世纪之前比较多是官方的，然后14世纪后很多都是老百姓偷渡啊等等等等这样子。对，对，因为以前我们你看，比如说看春晚这事儿，然后每年春晚都会向全球华人恭贺新春。那以前听到华人就觉得主要还是以港澳台为主，没想到马来西亚还有这么多，而且3000多万人口，20%几，接近700-800万的华人，然后就我觉得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还有那么多自己没有接触到的东西，就是尤其还有讲到马来西亚这个华人的这个群体嘛，因为其实我们有讲像印尼、像泰国、像菲律宾等等，我相信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有，包括越南等等。那马来西亚我觉得是把华人传统可能是保持的，可能是比较好，最好的。其他地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允许学习华语，然后对华语他们很快就忘记，然后没有了。政府可能要求把他们的姓都改成当地的姓，对。然后只要隔一代20年，可能下一辈就身份认同就会弱了很多。对。OK， 所以这感觉你还是了解了很多，因此你有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对，因为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们不会刻意了解那么多嘛，就是以前就是我觉得中国，反正至少我身边的这个朋友比较多关注的还是国内的各种新闻，就其他的新闻我们也不怎么看，顶多看看美国的这个其他是欧洲发生什么事啊，中东发生什么事啊，然后东南亚发生什么事啊，大家都不太关注。包括马来西亚的历史，我也是这次来的时候才草草的看了一下它的历史，之前都不太了解。OK， 那你这回有这样3个印象吗？你回去之后，你觉得还会和马来西亚发生一些什么关系吗？关联吗？就我有考虑要办那个第2家园那个，这么厉害，有考虑。然后就是大马。我觉得总而言之很好我觉得给我感觉很好所以我觉得你们生活在这边也是很幸福。对于华人选择，之前你们应该也可能分析过，打算移居嘛，那可能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有欧美啊，然后有新加坡香港等等很多地方。既然选择这个地方，我相信肯定有你们的很多考虑，那这些考虑可能跟我们的考虑也是。会有共性，因为我们来自同样的地方嘛。对，我们感受到的问题可能会有共性。对，人讲人好，传统，人好传统，还有就是生活幸福指数高，它符合你对一个你接下来一个阶段美好，我们都中年了，对吧？对，再往后走，对，接下来一个阶段美好生活的这个指标或者要求。因为如果说 OK， 这个地方有这3个特点，但你要的不是这个，比方说有些人他想要赚大钱，事业，他可能会选择美加啦，是澳新啊，或者。还有他的选择嘛，对吧？有些人他要开拓，他可以去巴西、非洲，我想都有。对，他必须要跟你的要求结合起来。是，我觉得一是跟个人的要求，然后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几个东西嘛，就是希望小孩还有教育，然后自己又就是我也比较喜欢稍微有点华人，可以吃到一点中餐的感觉，就是每天吃西餐可能有点吃不消，1个月就吃不消了然后离家离大陆又比较近，就不用飞个这个10几个小时，所以有可能吧，我觉得存在这种可能性，可能挺喜欢的。即使如果没有在这边久居，可能也会增加到大马旅行的频次。对，而且你到这里你就必须要去跟上海比较。你觉得对和上海比较起来，我们就抛开指标，你觉得哪些地方对你来讲会有幸福感会有提升？气候啊，这个很明显啊，那个现在上海好冷在这边每天穿个大短裤就可以出门。然后如果这个就很有意思如果你看指标的话，上海的气候指标的得分会高于大马，是吧？因为它有冷有热，然后平均温度呢就变20几度或者怎么样，它就湿度也好，它总体打分就会比较高。但实际上这个情况又是另外一种，对吧？对，就是可能有人比较喜欢四季分明，然后有人喜欢，因为马来西亚就是吉隆坡稍微热了一点点，但是在室内其实还好，只要不要在大中午跑出去这个街上溜达，就还好。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我问我们家小朋友。对不好意思这个，对我问我们家小朋友，他说他总抱怨太热嘛，
我说哎呀热，但是你可以如果在这边热，你又可以每天游泳，又可以每天踢球。他说那我还是选择这边吧。OK， 气候教育还有什么？气候教育，饮食也好啊。那么就我们刚才提到有很丰富的饮食啊，比上海会更好。这个比较不一样，就是跟期待不一样。我们来了以后有一个感受，他们会觉得我们随便在路上看到，比方说去挑一家这个档口也好，或者是这个餐馆也好，进去吃，踩坑率很低。这是我们刚来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开始还在研究各种榜单啊，或者是 Google 这个 Maps 的 review， 结果发现踩坑率非常低，这是一个就平均水平就很高。对，是的，我没有你们那么热爱美食，但我吃了一些，感觉也是挺不错的。感觉挺不错的。就是不差，就是不像到有些地方可能就是美食荒漠。就是总而言之这边挺好的，因为它我觉得可能是多民族融合，然后包括其实不单单是马来还有华人还有印度，其实我觉得来自于中国的各个地方也不太一样。外国人还有原住民。对，即使是中国人来自的各个地方也不一样。如果很单一的一个地方，可能只有单一的那个一个地方的这种饮食。你来2周，你能感受到多元文化对人的影响吗？或者你能远远的感知它吗？肯定有。我觉得就是然后讲几个细节吧，就是我们住在酒店，这个每天我都要听5次这个祈祷。就是伊斯兰教就是清真寺的这个大广播，声音很大的。然后我在中国就没听过。OK。然后祈祷的时候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平时大家都会相对都比较宽容，因为每个人这是真的都很宽容，就是都是互相尊重。你像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舞狮，然后他也提到了，这样声音那么大，是吧？就是周边的居民也不会说去报警说扰民。对。然后商场也就也不会说安全因素啊等等。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宽容的环境下长大，都互相谅解，所以人也会活得比较开心，是吧？比较幸福。就举个反面例子吧，就像我们住在小区里，可能有些小区屁大点事儿，大家就把它上升到很高。我经常在小区里群里看一些事儿，就感觉太逗了，就是比如说拍个照说哎呀这里脏了，然后就艾特这个物业，说这个为什么搞得这么脏啊，这个怎么还不来清理啊等等。我说这感觉没必要啊，但是就是一种感觉吧，就是我感觉就互相的。可能很多游客也有提到，就是因为我也会上网看一些文章啊，看一些视频啊，然后我感觉比较多的人都提到了，这边的华人都蛮好的，大家都蛮喜欢的，不管在关灯。你觉得就是现在天黑了，我们就讲悄悄话讲悄悄话。那你来了这10几天，你有没有感受到马来西亚不好的地方？就它你先说吧，有哪些不好的？我想一下，没有刻意的去留意这个，没有特别刻意去留意这个事情，有可能是基础，尤其如果我们非要比较的话，有可能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没有那么好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从上海你到哪坐地铁都很方便。其他的暂时没想到那么多。还没想到呢。就不去刻意留意。为什么？你有启发一下吗？你可以启发一下。我不告诉你，这样自己体会。那你为什么觉得这种对传统的回归、人性的传统的回归啊，这种生活状态对传统的回归啊，对你来讲是重要的？你没有考虑？你突然就感到很 happy 嘛，对不对？对，就因为人好，幸福指数高，传统。对，这些对你为什么重要？对，这个其实也在自我剖析啊。我觉得不知道是到一定年纪，还是说你的基因中，就是你在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吧？就是我会感觉在上海生活中有一点点孤独感。然后在这边不能说没有啊，因为我作为一个游客，一切都很新鲜啊。但我感觉人文化是影响最深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这边的跟人相处的方式。其实你喜欢人跟人之间有那种
那我结喜欢合有这种比较喜欢熟人文化，有人情的这种，对吧？比较喜欢人情文化、熟人文化。因为不是孤独，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对不对？对，不是只追求效率的，或者精英的接触的这种方式。就简单来说，喜欢有空可以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的这种，而不是就是奔着目的去，就是一定要谈生意、谈业务的。我是觉得不一定来讲啊，就是说孤独就是个坏词。比方说日本有些人，是香港有不少人，他们就还喜欢我自顾自，你不要来烦我是比较好。是每个人对啊，我认识一些，比方说一些以色列地方也是这样的。是的，那就是说不喜欢孤独的人，你可能会感觉比较适合在马来西亚。对，就是喜欢比较温暖吧。哇，你还给了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评价。我也不知道，我就听了感觉很开心，就是。这你们的选择很好啊，这次来也是跟你上次的安利也有很大的因素。那我再安利你，下回如果你办好了第二家园那你从这个机场的 T1进入的话呢，它有专门的通道给你第二家园通道吗？对，很少，那边几百个人，这边就几个人效率然后很快还会开放这个自动门那就刷一下点这种。那太好了，这种感觉就对我有种预感，我感觉可能申请第二家园的人数会多很多，因为第二家园不是有新的政策嘛，然后特别的棒，需要时间，没关系，我们就像我们刚来马来西亚被大马人欢迎一样，这还是欢迎。我们来了以后，他们都留言，几乎没有酸的，都说欢迎你们啊，你们这家人很好啊，对，我们非常希望你们在这边生活，就这样的。对，这点也给我。就感觉很好，因为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网络上很多戾气，就是不管你发什么言论，都有一堆人踩，就是我感觉站的人还是比较少一点点，都是各种不管什么言论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那就感觉就是为了挑刺儿，不好，没好，总而言之很棒吧，就是还挺喜欢的，好啊，代表马来西亚欢迎你，谢谢，好，谢谢。